小伙伴们看，这里头是个田径场，但是在整修中，里头也没人，我估计是进不去。这是大门。哎，都是关着的。看看里边长什么样。然后这儿已经不是田径场了，这儿是居民了。估计是进不去，我们围着这区域绕一圈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19号星期天，还是周末。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我本来看着地图来了一个田径场，但是来之前我就有预期，大概率是进不去的，因为这边还是哪都锁着，早上。我们简单绕一圈，然后还是回去海边，但是沉没成本不大，只有3公里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都是锁着的。现在外出旅行就是得面对各种身体跟自己的抗争。昨天有小伙伴说看我胖了，我估计可能是我胖了1、2斤，可能2斤到头了吧。不是胖了，是因为现在我拿的是手持Insta 360 Go 3，没有那个延长杆，所以它离我近。我就老说，有时候照镜子我跟家属说，我说人跟人的天赋差别太大了。你看就我最瘦的时候54公斤、55公斤的时候，如果是这个角度，你们看，如果是这个角度能照到我的肩膀的话，穿这种竞速背心也会显得特魁梧，它就不是那种身材，所以太难了。所以精英运动员真的是选材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，就人跟人看起来不一样是有原因的。我估计没戏了，我绕一圈就回海边。之前 BTC 会员订阅的背心我这次回去就收到了，应该。其实按说5月13号就能收到，是 DHL， 但是因为5月13号我已经不在了，我就延期到了5月22号送达。我是5月21号晚上回去。都是关着的，看街景，看也是关着的啊！你看它的开放时间写了，只有晚上，而且不是每天。它上面那4个带斜杠的，我猜就是周几的意思，但我不懂。这次到意大利是唯一的一次这种感觉，就完全看不懂。因为以前去英文国家没有这问题，然后呢去日本，虽然原来不懂日文，但是汉字比较多，也能猜个8、9不离10，而且其实离那么近，文化同源的多。到这儿真是有时候两眼一抹黑。行，那咱们一会儿再聊啊，我找找回去的路。今天又已经跑了14公里多了，我在这儿折返，这个折返大概是500多米。我决定从这儿折返过去以后冲2组。刚才在火车站那边，就是刚才去体育场其实是往火车站的方向，那6公里很慢，然后过来之后一直在5分以内，4分30、4分40左右。啊，你们看这条路有点漂亮哈，打算过一点，然后慢前就开始冲到那头路的尽头。好吧，3、2、1，走！就不是冲刺啊，几乎冲阈值吧。马拉松想破240，就是我现在这个速度跑42公里。所以大家想，如果现在这个速度是阈值，肯定是不行的。我感觉对我来说，怎么着也要3分
35的阈值配速。但是旅行期间想跑到这个强度太难了。好，没看平均多少，但是我感觉不是很快，因为还是觉得有点使不上劲儿。所以大家看这个马拉松运动员，他是个，或者是任何运动吧，也许技巧类的运动好一些，但是也需要体能。只要是拼身体的，拼体能极限、拼身体极限的运动员都很难过的。你看我出来旅行了10来天，我感觉影响挺大的。那你说，运动员他不能一年365天不休息啊，所以他休息的过程中也是保持克制的。我今天感觉是越来越觉得晨跑是我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。像平常在家还好，其实你要出来玩，如果把晨跑改成夜跑，那多半时候就不跑了，因为大家都出来玩过，你再豪华的旅游也挺累的。所以晨跑挺好的。昨天说训练节奏，就有好多小伙伴问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？如果马拉松还在4小时以外，就是平均配速5分41以外的小伙伴，真的不要想太多，您都不用考虑跑量。我那时候都不算我每个月跑了多少，我那时候就是老想着每次跑的时候比上次快点，看看1公里 PB 了没有，5公里 PB 了没有，也就是这样。我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，刚能跑10来公里的时候，为了让自己能顶住，给自己找点仪式感，我研究了一个叫3元连跑。那时候家住东三环团结湖公园附近，我就先进团结湖公园。一般这种公园都是中间一个湖，然后绕一圈，绕半圈，从对面的门就出去了。然后呢，跑一两公里到红领巾公园，红领巾公园绕一圈，大概是我都忘了，可能不是2公里就是3公里的样子。然后呢，再出来，沿着4环去朝阳公园，从朝阳公园的东门进。我们再稍微提点速，这组不那么冲了。然后在朝阳公园再跑一圈，朝阳公园一圈6公里多。然后呢，沿着那边有一个妇产医院特有名的，沿着团结湖那条街再回团结湖公园，把最后半圈绕完出来，正好是16公里。那时候觉得好漫长啊！而且那时候朝阳公园还要票呢，我有一张年卡。那时候真的是就是为了增加跑量，想找点这种感觉。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你找一个地儿绕圈，很多时候顶不下来，心里就垮了。去年这一年在大阪城，我的心理建设好了不少。
因为那个折返只有1.5公里，一趟是3公里，对我的训练来说太短。如果不是这1年的心理磨练，像这儿的这个跑步距离，我也挺难的。所以就是人有时候老觉得自己已经挺好了，但是其实还不够好，或者说很不够好。就像我原来觉得，就回忆中的受伤都是不值一提的，但是上2个月我的这个伤真的让我明白，第一是年纪不饶人，第二是伤病对于这种要持久训练的项目来说真的是噩梦。前天跑完那个特别不平和大坡的路以后，这2天脚踝都有点不舒服，但是呢它又变成了回忆中的伤，就是无所谓了。这个不舒服也跟受伤时候不一样了，人就是这么奇妙。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伤，你就觉得它是个大事儿；如果你经历了那个伤呢，你就觉得它是个小事儿，不好说。你看上1公里平均配速是4分33，我们就快快慢慢这样，差不多跑到头再跑回来1公里。像出来玩或者说这段时间疲劳跑不了太多高质量的课怎么办呢？就像我这样，我出来玩一般就是这样，要不然跑渐加速，要不然中间就冲击组，就是不要昏昏沉沉的跑完一场训练，那样不好。所以昏昏沉沉就是就像我现在这些速度，我一直这样去凑一个时间和距离。这次把所有的卡移动硬盘都拍满了，因为打算想，感觉现在拍摄挺有意思，家属说没事儿，也想弄一弄，让他拍拍生活，分享各种其他的东西，不出镜那种，看看能不能实现。就是面对一大堆素材不好剪，我就跟他感慨，我说你看，像我有这么多背景知识，我能处理，我都觉得有时候力不从心。你说那些大主播就不说了，人家肯定现在已经有团队了，就自己做起来的。他在过程中，就那些拍旅行，然后拍餐厅的这些，尤其是那些小姑娘们，就从头要是真自己弄的，人挺不容易的。好些东西肯定都弄不明白，哎，是吧？就跟跑步一样，你说我穿上日常生活的衣服往那一站，就跟普通人一样。但是呢，这10年就让我变成我能，咱先别说马拉松跑多快，您现在一抬腿就马上17公里了。所以生活中的惊喜和生活中的那种自信，很多都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，不经意间你发现你已经变了，或者你营造的环境已经变了。就像有的人奋斗了5年10年，突然有一天晚餐坐在家里，看着电视，看着家人，看着还算是可口的晚饭，感慨某年某月以前那种可能比较困境的生活。这我也有过。马拉松就是得积累。这次我跟家属说了，这次旅行完了以后回去，这1个月努力备战100公里，调整饮食，调整训练，多跑长的距离，就这样。行，那咱们训练后见了啊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19号星期日清晨7点23训练结束，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跑了21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6，最快1公里4分09，平均心率137，最大心率167。你看我前边，大概前5公里，甚至6公里都在，甚至在6分以外，因为我训练体育场找路
然后在城里有红绿灯，然后我就去海边，最后的平均配速是506，所以最后跑得不慢，而且特逗。我往回跑的时候，有3个骑自行车的意大利人，就是有骑公路车的，有骑山地车的，然后早上起来骑行呢，跑我边上说我们合个影，我们合个影，然后大哥就把马撒开了，然后掏手机就开始摁，开始拍照了。我看这里边没有我呀，然后我特别疑惑，突然发现他没切那个后摄像头，又过了半天他也反应过来了，赶紧切后摄像头，然后那个跟我聊说快跑。那时候配速我没注意看啊，可以看我的 Strava， 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我 Strava 的链接，是您不用注册应该就能看到，我是完全公开的，包括心率都是公开的。好多运动员的 Strava 其实他有的是不公开心率的，好吧？就特别逗，3个人，然后骑车跟我合影，然后那个完事以后，意大利人那个就是他这样一下，我学不清楚，特别逗，大哥。这异国他乡的小惊喜，而且我2012年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，那时候第一次来欧洲旅行，我都是觉得自己好格格不入的那种感觉，因为确实大多数情况下人种不一样了。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或者去的地方多了以后呢，这些感觉也就慢慢没有了。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。你看，这是这边一个转盘，一个雕像。我们一会儿就要退房了，我们酒店是这栋楼，那扇窗户就是，都是这种古老建筑，大的门。家属在那儿站着呢，估计是入不了画，好吧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的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。然后明天第4个训练日，我们还是回评论。家属手入画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嘿嘿嘿，好，明儿见。